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21号表示，美国军方已将萨德反导系统运往以色列，目前系统已到位。此举为防止伊朗对以色列潜在的报复性袭击作出反应。不过，奥斯汀拒绝透露该系统是否已投入使用。他补充说，有能力将该系统迅速投入使用，且进度符合美军预期。美国国防部13号曾表示，将向以色列提供一套萨德反导系统，并派遣100名美军人员来操作该系统，以帮助以方提高防空能力。该系统被认为是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补充，能够击中更大范围内的目标。针对美国向以色列提供萨德反导系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回应称，这是美国对以色列全面支持的延续。他强调，以任何方式参与攻击伊朗的国家都将承担相应责任。استقرار سامانه‌های موشکی و خبرهایی که در این مورد هست فکر می‌کنم صرفاً تداوم همون حمایت همه‌جانبه است که متأسفانه آمریکا و برخی دیگر از کشورهای اروپایی از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داشتن در این یک سال و بلکه در این 8 دهه。巴加埃表示，美西方国家的支持使以色列变得更加咄咄逼人。伊朗已向相关国家传达信息。伊朗官员也多次表示，以色列的任何侵略行为都将得到伊朗的果断回应。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近日在接受土耳其媒体采访时表示，以色列针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是越过红线，伊朗不会容忍。当地时间21号，阿拉格齐抵达巴林，并同巴林国王哈马德就地区局势、双边关系等议题举行会晤。阿拉格齐表示，地区国家需认真努力制止以色列政权的犯罪行为。巴林国王哈马德强调，应停止任何形式的战争和侵略。10月以来，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已访问中东地区多国，包括黎巴嫩、叙利亚、沙特、伊拉克、约旦、阿曼、土耳其等。阿拉格齐在阿曼访问时曾称，伊朗已经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但同时强调，外交是防止该地区发生重大危机、避免紧张局势和战争升级的唯一途径。根据美国国务院发布消息称，国务卿布林肯21号前往以色列，开启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对中东地区的第11次访问。但就在布林肯前往中东之前，却发生了绝密文件外泄事件，内容恰好事关以色列对伊朗的报复计划。文件详细描述了最近几天以色列几个空军基地为报复行动采取的准备措施，包括组织了一场大规模演习。文件还详细说明了以色列无人机单位所做的准备。文件甚至连参与演习的机型、使用地对空导弹等信息都掌握。美国舆论普遍认为此事影响较大，而且令白宫丢脸的是，此事暴露了美国监视以色列的事实，将令两国本就不断走低的信任关系进一步受到侵蚀。This is obviously going to cause some consternation, to say the least, in Israel itself. And of course, it comes at a very delicate moment between the U.S. and Israel. And it really reveals, I think, something interesting, which is that for all of the United States' efforts to get information directly from Israel and, intelligence about what they're planning to actually do in Iran and having all of these conversations, they're still collecting intelligence on them and doing surveillance on their activities. 美国空军退役上校莱顿直言，此事破坏性极大，定会迫使以色列改变报复计划。他分析，不排除泄密者还掌握更多内容，后续或陆续公布。Well, it could be quite damaging, and it could be an indicator, Jessica, of several different things. One of them might be that the Iranians have somebody who is working for them within U.S. intelligence. That would be a very bad thing, to put it mildly. The other thing could be that it's somebody who is trying to, in essence, take matters into their own hands and trying to prevent Israel from doing things by revealing what the Israeli plans are. 目前，美国正紧急调查情报泄露事件，而在该事件发生后，内塔尼亚胡还与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通了电话，表明对于报复伊朗的行动，以色列将根据自身利益做决定。特朗普随后对记者表示，两人的通话非常愉快。他对内塔尼亚胡说：“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印度商业与工业部部长高耶尔19号透露，印度已向美提议签署关键矿产伙伴关系协议。这一协议将使得包括电动汽车领域在内的印度企业从美国市场获益，成为美印联手打造所谓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最新动作。这一带有明显地缘政治色彩的动作，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据报道，印度商业与工业部部长高耶尔是在本月初访问美国时，向美方提议签署关键矿产伙伴关系协议。当时两国签署了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合作的谅解备忘录。高耶尔当时还指出，美国和印度需要将第三国拉进合作框架，包括非洲和南美的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关键矿产包括钴、铜、锂、镍和稀土，在清洁能源生产上作用关键，也是生产电动汽车电池的必需品。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印度电动汽车市场呈现出较快增长趋势。2023年，印度电动汽车销量几乎翻番，预计2024年将增加66%，达到乘用车总销量的4%。到2030年，印度电动汽车预计将占印度市场的近1/3。印度虽有心大力发展电动汽车市场，但仍面临诸多挑战，特别是印度既缺乏对电池生产至关重要的锂、钴和镍等关键矿物的大量储备，也缺乏相应的开采和储备经验。这一现状导致印度难以在短时间内满足电动汽车产业发展所需的大量矿物需求。数据显示，2023年，印度包括镍、铂族金属、锂等在内的10种关键矿产的进口额达到110亿美元，同比增长34%。其中，被广泛应用于电动车产业链的锂进口额接近30亿美元。为此，印度政府在2023年相继出台系列政策，确保供应。6月下旬，印度加入由美国主导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8月下旬，印度修订法律，允许为深层矿产分配勘探许可证。年底，印度矿业部又宣布鼓励关键矿业的研发活动，并利用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高科技解决方案，促进勘探和采矿行业。他自己呢，国内有矿，但是呢，开发的品位也比较低，而且呢，可能在好几年之内形成不了这个商业生长。对于印度来说，它的目的呢，其实也很简单，它所谓的就是要去风险，要增强它自己呢，在这个关键矿产领域呢，这样的一个这个自主能力，要避免呢这个所谓的这个供应链中断对自身呢产生这个影响。在加强国内勘探和开采的同时，印度也将目光转向了海外。2024年1月，印度签订首份海外锂矿开采协议，将共同勘探开采位于阿根廷卡塔马卡省的5个盐湖卤水型锂矿。根据协议，印方将总计投资2400万美元，且大多数是开采成本较低的盐湖卤水型锂矿。此外，印度还考虑在智利和玻利维亚寻求关键矿产项目，以进一步扩大关键矿产的来源范围。值得注意的是，与阿根廷签署的这份协议是在印度于2023年加入美国主导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的背景下达成的，旨在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以减少对中国产品的依赖。美印商务部在今年10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支持两国在关键矿产勘探、开采、加工和精炼以及回收和再利用方面的商业发展。有分析指出，这一带有明显地缘政治色彩而非纯商业目的的动作，可能会加剧中印在相关领域的竞争，对关键矿产的海外布局形成挑战和冲击。美国的对华战略，特别是美国这个两届政府提出这个印太战略，它与以往的这个对华战略有最大的不同呢，就是把印度的纳入其中了。这个更广的角度、更长的战线，对中国呢进行一个战略这个遏制，也可以预计呢。这个随着呢这个中美这个战略博弈的这个持续，这个印度呢会在这个美国的印太战略中呢会发挥呢越来越多的作用。